相信从标题也看到了，我今天讲的就是我给佳能的252配了什么东西。那没错，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台佳能的252，也就意味着我现在回家了。所以今天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严肃的主题吧，我今天就想和大家随便聊一聊，说我换了佳能之后的一些感受，那再顺便提一提我到目前为止我给它配了哪一些配件。那这些配件有可能是只针对佳能的系统，那也有一些可能是比较通用的，但是确实是我这次刚刚选择的，所以你也可以来看一下，没准哪一些小配件小玩意也能够让你在工作中获得一些灵感。哎呀，其实这些盒子拿掉之后，桌面上没有特别多的东西，只不过就是我为了这个视觉上装个逼，哎呀，其实空盒子很多的。OK， 那其实呢，我这次选择佳能的252，其实并不是意味着我要完全抛弃我之前用的索尼。我之前索尼视频和照片双修的机子是 A7M4， 它仍然还是我觉得非常好用。只不过呢，就是索尼的这个肤色的色彩科学，确实我觉得后期的时间成本确实是比佳能高。可能我之后也会越来越多拍人像平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佳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我今天可以先和大家唠一唠，就是我用佳能之后的一些感想。大家如果想看配件的话，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OK，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使用上的一些感受吧。那首先最让我感觉到差异化的就是佳能的这个质感，确实是用起来比索尼的感觉要精致不少。我今天不是佳能吹啊，因为我等一下也会讲到索尼用起来比佳能舒服的地方，我一个一个来。252呢，它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眼控对焦的这个取景器，真的我觉得蛮好玩的。虽然说它目前只能给照片用，但是我买它目的也就是照片和视频双修，所以还蛮在我使用的点上的。那其次就是佳能的菜单确实是会比索尼的要清楚好懂一点。虽然说252它没有自带那个 C 系列，就是电影机系列的那个电影机菜单，但是普通的菜单我觉得已经是蛮不错的。它也有着像 A7M4 一样的这个视频档和照片档的切换。另外就是它能够内录 8K 的 RAW， 这种我平常也很少会录 RAW， 我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用 4K， 就是 8K 超采成 4K 的那个模式录10比特的。然后就是它用的是 Type B 的卡，相对来说会比 Type A 卡要便宜不少。那有两个我觉得目前我用下来比较大的和索尼比相对来说有点不习惯的地方是，第一个就是它的镜头释放钮是在它的左侧。那大家可以看，就是如果大家熟悉索尼相机的话，索尼相机的这个镜头释放钮是在右侧，所以我可以很轻松的用我的中指或者无名指直接摁下去，然后左手我就可以直接用来换镜头。可是在佳能的上面，佳能的镜头释放钮是在左侧，也就意味着你右手持相机的话，你得先换到不怎么趁手的左边，用左手摁下快门之后，然后右手从手柄上换到镜头上，然后才能选下来。这一点不光是在习惯上有一定的不舒服地方，包括什么呢？有一些配件，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土龙，它这边只能做薄薄的这样竖下来的一条，它不能像索尼这样子可以做整条的 NATO 滑条，因为索尼这边是没有任何按钮的嘛，所以它这边就可以做很丰富的镂空。那还有一个比较让我难受的地方是，佳能、索尼他们都具备支持数码音频的这个热学接口那这个确实是好事。但是目前为止，在我录视频的这个时间点，佳能并没有哪一个数字麦克风能够超越索尼的这款应该是BEM 吧，对不对？佳能有一款大概是3-4年前出的，也是无线形式，直接通过数码音频接口直接获得机内的录音。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评测，它的音质真的很一般，底噪也非常大，所以我目前来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购买那个，因为那个说实话也不便宜，所以我不认为$200多获得一个那样多的音质会值得让我去买单。所以目前来说，我还是用传统的有线机顶麦克风，我这边用的是罗德的，我前几年做过评测的麦克 NTG， 它有它的限制。像索尼这个，你是不用担心它爆音的，因为它在烧录进这个视频文件之前呢，它的音频已经做过数字的动态化处理了，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无论是大声小声，它都会帮你所谓的做一个压缩，声音很大的情况下不会爆音，很小的东西也会听得到。那这个是非数字的传统的机顶麦克风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我用过数字机顶麦克风之后，我说实话，我很难回得去传统的机顶麦克风，所以目前来说，我也暂时没有想说卖掉 A7M4。那还有一个确实是一个大家需要考虑到问题，就是镜头群。我不否认佳能的镜头群非常的优质，索尼的也非常优质，但是他们的差异是在索尼开放了卡口给第三方的厂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腾龙、有适马，包括很多国产镜头都有全画幅的自动对焦一卡口镜头。从成本的角度上考虑，那确实
索尼的优势会更大。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站在一个创业者的角度，站在做生意的角度，我如果以后是开那种比较大规模的工作室的话，我就算用索尼，我也会优先考虑 G Master 镜头。所以说实话，我站在我这次更新器材的考量，镜头更便宜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我已经不是特别考虑的东西了。所以确实这方面我也是下了一些本钱在购买这些镜头上。那它就是 R52呢，它可以直接拍 C-Log2 嘛，也就是那个动态范围比较高的佳能的 log 曲线。但是我使用下来，我发现它官方下载的那个还原了，还原出来，我觉得对比度有点太高了，有一些暗部的细节有点看不见，然后颜色也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怪。那我后来呢自己做了一个 LUT， 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 LUT 呢，暗部细节都还在，而且对比没有那么的高，看起来是比较舒服一点的。大家可以在简介里面找到下载链接，可以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屏幕的质感来说的话，确实佳能呢要比索尼的好非常多，就是你人像拍出来，你给人家看，索尼的你会感觉就是你很没有自信，但佳能的拿出去就是哎呀，直出就这么好看，就是这种感觉。那还有一个差异就是在这个侧面这些插口的挡板，佳能这边呢确实有一些地方角度很尴尬，还包括它卡口的位置，比如说我上了 HDMI 线的话，我屏幕的这个翻转就会有一点卡到，插着接口的话，这些挡板也会挂在旁边，因为它只有一个硅胶支点在这边，所以会显得没那么的优雅吧。索尼这边呢，它就很正常，它就是一个开门式的情况，它也不会很拖拉，它很聪明，它把 HDMI 放在了比较远离屏幕这个荷叶的这个地方，所以你怎么转动啊，它都不怎么影响到。那自动对焦方面呢，虽然说佳能和索尼都处于DT 对，但是它们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佳能在弱光环境下的对焦判断可能还会有一些抽动，那索尼这边就一直很稳定，所以比如说 DT 对如果在90分以上的话，可能佳能这边大概在91分、92分，索尼那边可能会到95分、96分这样子。我之所以没有给索尼满分，是因为毕竟自动对焦它不具备人类的判断，所以有的时候它不一定会对到你想对到的东西上。那虽然说R52比 R5过热问题要好一点点，但是它仍然摆脱不了过热问题。我这个也是在买它之前就知道的，因为我买它目的也就是照片和视频双修，我拿它拍视频也就是拍一些旅拍啊、B 肉啊这种短的拍摄，所以过热问题不太影响我。包括 A7M4 我也经历过它过热关机的状况。那我测了 R52的过热时长，我在25度的室温下，我翻开它的屏幕，拍摄格式是 SRAW， 它大概坚持了17分钟不到过热关机。A7M4 我这次没有测，但是我之前的直播过程中大概是20多分钟、30分钟左右也会过热关机，所以这种没有主动散热机器，我也是不可能把它投入到长时间的需要视频录制的工作中去的。那在我这个录视频的时间点，前几天佳能刚发布了 R63， 也就是大概和 A7M4 是竞争对手的机型。那 R63 它在 4K 60P 没有裁切，那我不知道在 R63 推出之后，索尼是否仍然会坚持通过裁切来达到阉割的目的。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可能索尼会丢掉一点竞争力。翻转屏这边我会更喜欢索尼，因为索尼之前在17R5上出现的那个双轴翻转屏，我相信之后也会陆陆续续用到它后续的产品中。那佳能这边包括最新推出的 R63， 它仍然是传统的这种翻转屏，所以在拍摄角度上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还有一个可能是拍照摄影师才会体会到一些小细节。那索尼在拍照的时候，它可以设置根据每天不同的日期来自动生成对应日期的文件夹，方便你做后期的文件管理。那佳能目前来说，它没有办法自动生成文件夹，它只能比如说拍到9999张之后才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夹。你如果要每天不同拍摄文件夹，你必须手动设置。那这种相对于我这种比较懒的每天隔卡的摄影师来说，可能会是一个稍微有点不方便的地方。那佳能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在手动对焦模式下，它可以出现一个合焦辅助的工具，这样很方便我快速的确认我有没有对到焦。然后它就是防抖，佳能也会做的比索尼的更好一点。那基本上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他们比较明显的差异就这些，当然细微的差异也是有，但是因为我今天这个是站在一个两个大方向的维度来讲的，所以特别细节的差异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些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差别。那接下来讲一下我这次配了哪些配件，让它更适合我的工作。那首先大家应该很明显第一眼就看到我这个卡口的盖子是蛮特别的，这个呢是一个 GDU 的一个镜头保护盖。那它说实话没什么特别的，它就是一个镜头保护盖，我买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好看。那这个牌子好像是 RED 旗下的一个子品牌，主要是生产可以给 RED 的机器用的，因为 RED 机器之前也都是 RF 卡口嘛，所以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是它的颜粉，所以我就买了。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可能这些手柄可能会和你的兔笼会刮到，几乎就贴着过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会不会和你的兔笼兼容。那我这边兔笼还是用铁头的这个全笼，铁头的东西审美一直是在线的，所以我蛮喜欢他们东西的颜值的。兔笼这东西说实话目的就是保护嘛，附加的接口啊什么的，这都是很基本的东西，我也没有什么说特别需要赘述的地方。我整体用下来感觉是很不错的。那如果你一定要我说一些我用起来有一点不习惯的地方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保护着上面这一侧的东西嘛，它确实保护的不错。你看它的整体的高度都是在外面的，所以你要是这样子以这个角度摔下去的话，它不会磕到机子。但是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拨这个波轮的时候，我的手指因为比较大一点，所以可能会被感觉会蹭到这一块东西，包括我摁内侧的这个录制键也是一样。那索尼这边就是抬的会比较高一点，视觉上来说贴合感没有佳能的这边那么的柔美吧。佳能这边就是感觉就是顺着这个机器的外形去建的模，索尼这边就相对来说是刚硬一点。那机身上来说的话，基本上能安排接口的地方都安排了，这边都是1/4英寸的螺孔。然后下面的话有一个3/8英寸的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磁吸的工具，那这个都是老传统了。纵向的话只有一个孔位，所以看一下你是用什么样的快装板。如果你只是用阿卡的话，它其实本身默认就是阿卡的。看完了这个机身的主体之后，我们来讲一下我是配了哪些镜头。那目前来说，镜头这种东西我也没有预算说我一次性可以全买齐。那目前来说，我买的都是 hybrid 的，也就是能够兼容照片和视频拍摄需求的。先是2个比较大的机器，一个是24105 f2.8， 然后另外一个是70200 f2.8， 然后它们都是 hybrid 系列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们的尺寸是差不多的，重量上是有差异的，重量上明显感觉24105的会重一点，然后它们特点就是都有这个光圈环，可以手动调节在镜头上。然后这个70200呢，它也有白色款，那我之所以选择黑色款呢，是因为就是只要我老婆不要看到他们2个同时出现，我老婆就会觉得他们是一个镜头。只要我老婆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她就发现不了，对吧？我这个藏好了，我就说我只有一个这个镜头，搞定。然后另外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侧面都有这个电子触点，是可以安装电控变焦的一个马达的。那我那个是没买，因为我看评论不是特别好。当然我也不是说完全用不到电控变焦镜头，像我现在正在拍这个俯拍视角的这个镜头呢，我就是用索尼的 FZ28到135那个电控镜头。那我如果用普通镜头的话，我比如说我现在拍的是这个小东西好了，下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要展示这么大的镜头，那我这个镜头装不下了。我传统意义上的话，我就要选我的镜头变焦一下，但这样的话我就等我的相机稳定下来，这很浪费时间。所以我现在用的是电控变焦镜头，我直接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它有电控变焦的选项，我直接在这里拉大，非常方便。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不会去灭门我索尼的整个系列，因为有一些镜头我确实已经卖了，但是呢，很多好的镜头我还是有保留下来。然后在镜头的侧面这边开关，它们也是统一的，对焦范围、自动对焦、手动对焦切换、光学防抖开启关闭，然后还有预设1、2、3档，然后这边也是有这个光圈的锁，就是你要锁在自动档还是你要手动使用。然后我这次用 RF 镜头群，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控制环。那我这边呢，把它设置成调白平衡。那因为我在拍摄当中，我怕白平衡误触，所以呢，我给它设置的一个模式是半按快门的时候调节才生效。哇，这个我超爱！我现在调白平衡超快，然后还有一些自定义按钮。这些都可以在相机里面自定义设置。那我今天不花太大篇幅在给大家做这2个镜头的评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留言一下我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那基本上它因为是 Hybrid 系列的变焦镜头，所以他们拍视频优先考虑的肯定是内变焦嘛。所以你看我这边调它的变焦，它物理结构上外面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当然它们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们很大很重，所以可能我并不会考虑长时间手持它。但是说实话，这个配置这个重量我觉得是合理的，把它们投入到工作当中，它们的可靠性还是非常有保证的。尤其是这个24105，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变焦镜头之神吧，在 RF 的镜头群里面，焦段、画质、进光量都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然后第3个镜头就是35毫米 1.4， 我之所以优先买这个35毫米呢，是因为我很喜欢35毫米这个焦段，包括之前我拍教程，我也是用索尼的这个35毫米 G Master 这个拍，虽然说它的呼吸很大，但是我坐定在那边不动，那就还好。所以对我来说，35毫米肯定是我定焦镜头优先买的，但是我之后也会陆陆续续把50和85给它买齐，因为刚好前段时间85也刚出了 1.4， 然后也是 Hybrid 这个系列。我之所以不考虑那个85 1.2呢，也是考虑到第一个太重了。
第二个，它也不太适合拍视频使用，而且 1.4 说实话，你如果不把它和 1.2 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它景深的差异，其实你单看一张照片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所以基本上佳能我工作用的镜头，我只考虑 Hybrid 这条线。当然，我之后可能也会买24240那个10倍的旅游天涯头，因为确实那个对于旅游来说是很理想的一个镜头。你让我拿这些去旅拍，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看了一下评测，它肯定不如这些红圈头来的那么的好，但是对于旅游来说，拍到比拍好更重要吧。所以我之后也会考虑买一个那个。那还有一个这个配件呢，是一个铁头的一个木头的手柄。我之前是看 Nick 用在他的 Komodo 上用的很帅，所以我这次就一起搞了一个这个。那这个呢，是一个老产品了。说到它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相机的侧手柄，它就可以调节角度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目前来说，我的长挂镜头肯定是这个2410，这个重量我必须要有一个左手的侧手柄，我才能操作了它。它上了机身之后，这个重量说实话，就作为一个男摄影师来说，这个重量对我来说并不是不可接受。但是哈，因为它的镜头重心太靠前了，所以我中指的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很吃力，因为它镜头重心的压力全都压在这个地方，会让我的手腕很不舒服。就是长时间握持之后，就我加这个侧手柄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确实还蛮帅的，而且它是可以调节角度的，非常方便。我如果把它用在我这个定焦镜头上，我觉得这个非常舒服。但是我现在这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相机的镜头重心太靠前了，我正常放松下来使用，它会就是一直要往下沉。所以我手腕就算是2只手握持，我还是觉得比较累。所以我后来呢，研究了一下，我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配件，这个也是我从我的一个闲置的器材堆里翻出来的。它这里是一个 NATO 滑条，然后这边是可以上螺孔的，而且它这边还有这个阿莱的这个防误转的这个钉子，所以我直接把它悬在了这个位置。但如果你也是考虑像我这样的解决方案的话，你这个手柄的这个卡口可以考虑直接用 NATO 的，因为我这边是先搞了这个，后来才发现我需要个这个，所以我这边还是1/4英寸的。那像我这样子操作之后，我就成功的把我这个侧手柄重心从这里挪到了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重心刚好就是在相机一半的位置。我现在整体的握持感，我会把大部分的重力放在我的左手上，所以右手这边手腕就没那么吃力，而且这个手柄我非常建议大家用这个可以调节角度的，这样子无论你什么角度握持，高角度低角度都可以很舒服的去操作它。那这次我和这个兔龙一起配了一个上提手，也是铁头的 Exynos。那其实我上提手已经很多了，我如果不想买的话完全没必要买，但是这个尺寸对于这个镜头来说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如果按照正常的装上提手的方式，我其他的上提手也能这么装，但是大家可以发现还是重心的问题。这样子装的话，我的重心还是往前走，我的手腕还是会非常吃力，所以我就一定要有一个手柄够长的上提手，然后呢，它可以这样装，这样装之后呢，对，虽然可能视觉上感觉没那么帅哈，但是这么装的话，确实可以让我把手握到很提前的位置。那这样子，你看我这样握就很平衡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个上提手原因，因为它够长。那确实，我装了这个上提手之后，我这边热靴就不太方便上其他的配件了。但是说实话，目前来说没有很理想的这个数字音频的麦克风，所以我的这个罗德的这个麦克风，我就很轻松的啊，我就装在侧面这个冷靴口上就好了。但就是音量的话，一定要留个心眼，所以我这边就会一直开着这个右声道降低20 dB 的这个选项。这样子呢，有一个安全音轨。这一套状态，说实话，它一点都不小，而且它的配件的拆装有一些地方要用到工具，而且这么多东西你一个一个拆很麻烦，所以我也懒得拆。所以接下来我讲一下我的安全箱。我在好像是23年的那个年度总结报告里面，我有提到，就是我用的是 Nanook 938，它非常的深，它可以竖着装下这种很高的镜头。就这个状态，我直接往里放，可以直接盖上盖子。这个就是我超推荐这个安全箱的原因。当然这个安全箱看起来好像和登机箱那个差不多大，但是实际上它的大小是不能随身带的，你最多只能托运。任何的机器你上手柄留了一个麦克风，它一定是一个很高的状态。中小型体积的我一定会首推938，非常舒服。那我正常的 rig 也就是长这个样子了。那接下来讲一下我其他的一些配件。那 R52这次其实用的是 LP16N 电池，是一个新的系列，它的电压会比较大一点。我这就看到铁头也有在做这个备用电池了。现在它的这个外形大家看一下，我没有办法拒绝这种
弹仓式的颜色和设计，就是特别的机械感。它电池盒也是带 Type-C 充电的，所以基本上我可以直接解决备用电池和做充2个东西，而且这个也方便我外带。这边是4个电池仓的电量指示灯，但是有个小抱怨的地方，就是它上面没有一个激活指示灯的按钮。好像目前来说，我唯一知道你能够查看当前电量的方式，就是你拔一个电池下来，然后再插回去。好，现在绿色代表4个都是满电，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小升级的地方。如果下次能够加一个按钮的话，会更好。那铁头这个电池，它这边的容量是2400毫安时，那作为参考，官方这边的容量是2130毫安时。然后铁头这个电池盒，它也是兼容这个官方电池的。插进来也是可以看到电量读数的。单独购买这个电池的话，它这个电池这边也有个 Type-C 的充电口，所以它这边有多给你一个选择。那还有一个配件，这个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这个紫色的 PL 转接环，这个 Morphage 的这个插片式的 PL 转接环，我之所以没有给它上卡口后盖，是因为它默认包装里就是没有后盖，这个是我上来就要吐槽的地方。抛开这个没有后盖这个问题不说，其他的整体的使用体验，我觉得是没有特别大的痛点的。那它主要作用就是把 PL 镜头很方便的转接到你的微单相机上。那这时候可能会有网友问了，伊文，你为什么穿着红姐的衣服在拍 B-roll 呢？这是我平常的一些个人的变态小爱好。公司那些人穿的什么呀？我的天！一个个变态吗？好好的大男人，穿那个女人一样，男扮女装，我操！还有的穿胸罩，我天，真的是要点脸不恶不恶心？真的我都快看吐了，我操！果然大家都喜欢变态的东西。它标配里面就是现在我插在里面的这个透明的玻璃片，是用来调节后焦的，因为它的法兰距并不是传统法兰距，如果你不上这个玻璃片的话，它在无限远是对不上焦的。那这个插片式的 VND 就是他们核心的卖点了，它可以让不带内置 ND 的机器，也相当于在用 PL 镜头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个内置 ND 的效果。那其实市面上不止 Morphage 在做，佳能自己也有，但佳能自己只有 EF 卡口转 RF 卡口，所以我这边不考虑。那 PL 卡口转微单卡口的插片式转接环，这个不算是最便宜的，那最便宜的应该是美科。我们先不说材料啊质量，因为美科便宜，它质量材料用的便宜，那就是应该的。这个贵，所以材质好也是应该的。这种应该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什么。我最喜欢的这个 Morphage 这个转接环，是因为它是可以更换后面这个卡口的。我这次也一起搞了 L 卡口和 E 卡口。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我不同的相机上来回切换，而且它换卡口非常简单，因为它卡口的厚度做的不一样，所以它不用像比如说我这个东正的这个电影镜头，我可以换成 EF 卡口，但是我还要自己按照教程去调里面的垫片。它这个卡口直接就把厚度的差异做进去了，所以我只要旋螺丝。里面的也有垫片，那里面垫片我不需要拿，非常简单。能换卡口的话，就意味着它可以是一个传家宝。确实，在我这边是一个比较讨喜的设计。有一些确实是还要注意什么呢？如果你是用这个玻璃片的话，突出的部分就还好，所以它可以兼容我很多的其他的配件。我所谓的兼容，是因为我现在这个相机这边左侧有很多什么侧手柄啊什么的，玻璃片没什么问题。但是大家看一下，我一旦切换成 VND 这个插片，它这边呢会突出蛮多的，使用它的时候我就不能再装这个侧手柄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包括镜头释放钮 R52 镜头释放钮不偏不倚，就是在这个齿轮的正后方，没办法。如果眼睛尖的话，大家也看到了，我这里贴了一个标签，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相信大家有用过的话应该都知道，就是 VND 的滤镜色差你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色差大小倒是其次，我觉得最应该考虑的东西是它从第一档到这里最高是第8档，大家可以看一下，最低档是 0.3 嘛 ，ND 上 0.3 就是1档，然后这边最高到 2.4， 也就是8档。说实话，这个 VND 的档位是非常好的，就是从1档到8档是我非常常用的档位。比较理想状况下的 VND， 它应该是从最低的那档到最高那档，它的色差是不变的。那这个我用下来，说实话我蛮舒服的，就是我只要知道它变了多少，我在白平衡上给它匹配住，它这边就不会再改变我什么画面的色温什么的。这边也是我在经过测试之后得到的一个它的变量，它白平衡会偏黄嘛，所以我这边相机上设置白平衡要减400。比如说你在没有 VND 的时候，你相机当前设置是5600K，
那你换上这个 VND 之后，你白平衡减400，变成5200K 来拍。然后还有 M3 的意思是你需要在色调调整上往 Magenta， 也就是往品红那边偏3度。那这个就是我算出来的一个比较居中，它不能说完全没有色差，还是有一丢丢吧。但是我测下来这个设置在 R5 上已经是看下来是最统一的颜色了。这个方法说实话我很推荐给大家，就是拿这种标签打印机打一个它的变量放在上面，会省掉蛮多后期的时间的。但这个转接环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限制，你看它里面现在是有块玻璃的，所以呢你的 PL 的镜头也不能用那种凸出来特别多的。当然我的还好，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东正的这个系列，包括旋风还有无邪。哦对了，我这边也一起这次也搞了一个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小的配件啊，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也是铁头的这个给这个幻境遮光斗用的一个转接环。那这个东正 Color Ace 整条产品线吧，它前镜组的滤镜口径都是77毫米，需要一个转接环。我之前一直都是在用它幻境里面自带那个77毫米转接环，是旋上去的，就跟滤镜一样。它有个问题，其他的镜头没问题，但是我这个是1835超广角，它旋上去的话，再加上我幻境，它的暗角在18毫米端很明显，因为它突出了一点。那严谨说明一下，我测试暗角的这几个画面都是我加上我常挂的 UV 滤镜的厚度的。你如果没有旋任何滤镜在镜头上的话，你是不会出现暗角的。但是这个转接环它是一个让镜头可以内嵌在里面的，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77毫米，它是80毫米。这边有一个螺丝接口嘛，我把它旋松之后，它其实和它幻境自带的那个转接环是不太一样的。我是把它套进去的，它这个厚度是没有增加我镜头前面的厚度的。那用这个在18毫米端，我就出现不了暗角了。对于我这个1835这个镜头来说，是一个救星。那顺便说明一下，这个幻境遮光斗呢，我是在它默认的形态下使用的，并没有增加额外的拓展配件。那如果你加上这个延展的插片槽的话，它会增加这个遮光斗的厚度嘛，所以它也会出现暗角。那接下来呢，我讲一个这个是拍平面用的东西，是一个神牛的引闪器，因为我自己拍照片啊，我都是用神牛的闪光灯，因为便宜嘛，而且质量也不错，神牛的老牌了。因为它下面的热靴卡口不同，所以其实我不能把我索尼的那个引闪器拿过来给它用。我自己用索尼是用它这个 S2T，那它的好处是它还可以延展一个热靴接口在上面，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我平常操作快捷操作只能有5个闪光灯机位。那这次呢，我就看到它已经升级到了 X3。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对比，而且这个 X2 呢还在用干电池，而 X3 已经是充电电池了。它这边呢是一个全触控的，它应该是 OLED 的屏幕，非常方便就可以调节亮度。然后比如说我这边如果要多加闪光灯机位的话，它这边可以加好多都没问题。那说实话，引闪器没有说特别新旧的差异，因为它的核心的目标就是引闪闪光灯嘛，所以老的款式也能用。但是新的就是说会让你操作起来更便捷一点。有一个功能我非常喜欢，就是统一增加亮度。对，那就可以统一的加和减亮度，这个效率是真的很高。OK， 那我们现在来讲最后一个，也是 Morphage 他们公司的一个怪手。那说实话，怪手这种东西本来说应该是没什么好讲的，但是这个怪手和普通我们传统的怪手不太一样，它是阻尼怪手。转这个中间这个轴的时候，它是有阻尼的。它会可以卡住的，它不是完全松的状态，也就意味着当你在片场上你要微调你的小件或者其他配件的时候，你只要找到重量和调节的这个平衡点，你就通过锁这个手柄，你不要把它锁死，你锁到一个刚刚好能够匹配到你上面监视器或者其他配件的重量的甜蜜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舒服的用它这个阻尼来实现单手的调节监视器角度了。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它因为阻尼的缘故，所以它比较厚重一点，它的重量确实比传统的怪手来的重。你如果纯手持拍摄的话，确实会给你造成一些额外的手上的负担。你如果需要大幅度调整你的小尖角度的时候，我不建议你直接用阻尼。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阻尼，说实话，如果你的小尖是已经到了7寸，然后后面还挂着2个970电池的话，它本身小尖的重量就挺重的，对吧？小尖重量一重，那你肯定这个阻尼你就要往大了调，也就是让它这个锁得更紧一点，就意味着你在掰它的时候，你就要用更多的力气。那这时候你想一下杠杆原理嘛，你的这个动力臂是整个这个魔术手的这个长度，你的阻力臂就只有短短的可怜的这个螺丝，你如果用很大力气掰的话，我的兔笼都会有点晃，所以我会害怕说这个螺丝
有哪一天会金属疲劳会断掉。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角度的调整你的屏幕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悬松它。这个东西美国这边卖100多，国内好像也要卖将近700块钱吧。你会为了一个怪手你花100多美金买吗？说实话，它的用户人群是比较小众的，能够给我快速的调节小尖的角度，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体验。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比如说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国内有没有线下体验店，那展会应该是会有的，大家可以去展会上体验一下。OK， 好，那今天这一期我目前为止我给佳能252配的一些配件或者一些周边的配套的配件就已经到这边了。那有什么想讨论的也可以一起讨论。然后另外就是我不想引战，然后我也不是说为了吹佳能我去贬索尼，我之前也说了，我索尼我也是继续还有在用，他们各自都有对方目前没有办法取代的特点，所以我也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立场这边分享，然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的时候也不要用过激的语言。好，那今天就到这边，我们的 QQ 教育群在视频简介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有空来走。我们特别说医生终于舍得脱离了。好嘞。